习近平想借“15+5”规划挽回颓势，办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次生动实践。今年5到6月花了1个月的时间上网征集网民建言，结果却成了一次翻车事故。在中国11亿网民中，只拿到300多万条答复，只能用聊胜于无来自我解嘲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普通百姓也不是那么好骗的。他们知道中共口中的人民是什么意思，那只是中共权力博弈中一个随手可以抛弃的筹码。老百姓能乖乖配合演戏吗？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林晴。中共官媒新华社8月4号报道，习近平近日指示，要研究吸收网民对“15+5”规划编制的建言，把规划编制工作变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次生动实践。今年5月20号到6月20号，累计收到网民建言超过311.3万条。300多万，这个数字看似很大，可是与中国网民数量相比，简直不足一提，小得可怜。根据今年1月17号中国网际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5次中国网际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截至2024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1.08亿人。以10多亿这么庞大的网民数量，中共集中了官媒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央视3大媒体之力，用了1个月的时间才征集到300多万条建议，显示中国普通民众对中共的5年规划毫无兴趣。可见中共的所谓规划只是无聊至极的自弹自唱而已。中共计划经济就体现在做规划上，每5年做一次规划，成为所谓的5年规划。“15+5”是中共第15个5年规划，时间段在2026到203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的会议决定10月在北京召开中共20届4中全会，研究制定“15+5”规划。中共的计划经济中并没有给老百姓留下位置。英媒《经济学人》最新报道，那些整日在街上送外卖的打工人正在变成北京制定经济计划的难题。来自河南省的李先生今年40多岁，每天在北京3环内骑着电动车为闪送送快递，每月大约能挣8000元，他会存下超过1半。然而随着行业竞争加剧，他的收入也降下来了，他自然会减少消费。如果中国打工人不消费，中国庞大的工业体系生产出来的产品就会越来越难找到销路，这就会导致经济长期通缩。数据显示，中国的工业品出厂价格已经连续33个月同比下降。如果物价下跌迫使企业削减工资，将进一步打压需求，形成通缩的恶性循环。习近平不得不面对消费日益疲弱的问题。最近，他在访问河南时，呼吁官员加强社会保障和改善公共服务。许多宏观经济学家认为，中共早就应该扩大社会福利，消除打工人对医疗支出和养老的顾虑。7月28号，中共推出一项新的生育补贴政策，每个3岁以下的儿童每年补贴3600元。但对高昂的养育成本来说，这点钱还不够买尿片的。然而，中共最应该关注的是7亿农民。英媒认为，如果中共能在农村养老金上再投入1万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增加大约1.2万亿元。中国以节俭闻名，家庭整体上现在将超过30%的可支配收入用于储蓄。像李先生这样的农民工储蓄更多，据估算超过48%，尽管其中一部分将由他们在家乡的家庭成员支出。过去大量储蓄流向房地产，但自2021年中期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以来，购房量已经减少了1半。现在储蓄转向金融资产，往往是现金。汇丰银行数据显示，2022年现金和存款占中国家庭金融资产的近1半，而美国这一比例不到14%。这些储钱罐的存在，正是中共社会福利保险的严重缺失所致。他们是普通百姓的救命稻草和心理安慰，但这些钱带来的回报非常微薄。中国普通家庭很难从储蓄中获得收入，所以中国的消费一直上不去。
要想增加消费，中国的养老金改革必须变得更慷慨、更具前瞻性。现有的养老金结构常被称为三大支柱，即国家、单位、个人，覆盖90%以上的老年人。但实际上，这一体系由5个计划组成，并不那么清晰有序。中共政府正尝试将目前覆盖超过5.3亿人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推广到像李先生这样的零工和灵活就业者。这些人如今可以自愿交纳收入的20%，但许多人不愿意为将来的养老金而放弃眼前的工资，因为中共政府说变脸就变脸，你今天缴纳的养老钱，明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所以打工人你可自己储蓄，入袋为安。来自河南的李先生对中共的养老金并不信任，他说不能干了就回老家种地。这就是中国很多打工人对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和辉煌的工业未来憧憬的回应。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黄亚生教授指出，中国消费市场的形成需要政府减少手中的权力，向百姓提供一定的权利保障。但中共40多年的经济发展没有形成体制和政治上的转型，民生始终不是各级政府最重视的问题。当下中共体制更不重视民生。中共要做的事是超越美国，这个空洞的目标对普通百姓来说是莫不相干的。民众每天感受到的只是监控和压榨，是敌对歧视。所以习近平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换来的不是普遍主动的参与，只是一次翻车而已。在国际关系上，美国对中共的包围圈正在完成，已经与日本、印尼、菲律宾、越南、欧盟达成了关税协议。美国总统川普在7月31号公布，8月7号起实施的新关税税率，台湾或印度有可能在7天缓冲期内达成协议。各国纷纷加入川普的新世界秩序，中共可能将被淘汰。到目前，中共能够打得出手的只有稀土这张牌了。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正限制对西方防务公司的关键矿物供应，这导致生产延误，并迫使他们转向其他市场。例如，一家为美国军方供货的无人机零部件制造商在寻找非中国来源的稀土磁铁期间，被迫将订单推迟长达2个月。业内高管表示，虽然近年来企业已经努力寻找这些矿物的替代来源，但一些元素过于小众，在西方不具备经济可行的生产条件。除了最近对稀土实施的出口管制外，中共自去年12月以来还禁止向美国销售锗、镓和镝。这些元素可以用于硬化铅制子弹和炮弹，并让士兵能够在夜间看清物体。美国国防部已拨款扩大特种材料的生产，包括去年向一家加拿大公司提供140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生产国防卫星太阳能电池所用的锗基板。今年7月，五角大楼采取了更重大的举措，同意斥资4亿美元买入 MP Materials 的股份。该公司是美洲最大稀土矿的运营商，目前正在迅速扩大磁铁制造能力。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首席执行官詹姆斯·泰克莱特在上个月的一次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与 MP Materials 的协议是开创性的，并表示该协议将有助于确保其 F-35战机和巡弋飞弹所需要的磁铁供应。中共将稀土供应武器化，中国百姓却饱尝稀土开采的环境污染苦果。纽约时报7月8号报道，中共掌控着全球稀土金属开采和精炼的绝对主导权，代价也是沉重的。在中国北方，几十年的稀土精炼产生的废弃物倾倒在一个面积达11平方公里的人工湖里。在中南部，稀土矿的开采已导致几十个绿意盎然的山谷被污染，山坡被挖到只剩下贫瘠的红土。在包头，一个被称为伪矿库的人工泥浆湖占地达11平方公里，里面堆存的是把金属从矿石中提取出来后余留下来的废渣。泥浆在冬天和春天变干，导致湖面上飘扬着含有铅、镉以及其他重金属粉尘。在夏天的雨季，
泥浆湖面变成了一层包含有毒物质和放射性土的积水。这种危险的混合液体从湖底渗漏到地下水层。内蒙古科技大学的学者在今年1月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中指出，越靠近尾矿库，污染状况越严重，环境生态风险越高。位于北京的部级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去年在一篇研究论文中也发出过类似的警告，称包头地区存在严重的大气和尾矿库污染。包头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辐射安全监管的办公室曾在2009年警告说，在包头市以北约130公里，位于戈壁滩的白云鄂博矿，矿石中的放射性土以废渣、废水和粉尘的形式排入环境。一篇2003年的论文发现，受稀土工业环境污染的影响，包头市儿童中存在智力发育迟缓的问题。另一篇发表在2017年的论文发现，包头儿童的尿液中稀土元素的含量仍高达可能对健康有害的水平。中共和美国硬客的底牌藏着的就是人民的痛苦，人民的血和泪。习近平虚假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能不翻车吗？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